嘿，又到了9月，在币圈打滚的朋友可能都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的9月魔咒。好像每到这个月，市场气氛就特别紧张。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用数据好好的看一看，这个所谓的9月恐慌，到底是真的有这么可怕，还是一种大家自己吓自己的迷思？最近你上网是不是也看到很多人在讲，哇，9月要小心啊，比特币可能会大跌。这个说法也就是大家常说的9月噩梦。那这真的站得住脚吗？我们就来深入拆解一下这个恐慌背后的数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你光看表面数据，这种担心好像，还真的有点道理哦。你看这个数字，负的3.77%。这是比特币过去这么多年来在9月份的平均回报率，而且9月是唯一一个平均下来是明显负报酬的月份。难怪大家会紧张啦。不过，历史数据就代表一切了吗？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看过去就知道未来吗？就像我们常说的，魔鬼都藏在细节里。当我们把数据再挖深一点，你就会看到一幅更完整，而且可能会让你有点意外的画面。有趣的地方来了，我们深入去看数据，就会发现真正的关键搞不好根本不是9月这个月份本身哦，那是什么？是前一个月，也就是8月份的市场表现，这才是重点呢。你看，这就是好玩的地方了。历史数据告诉我们9月会怎么样，其实要看8月收盘是涨还是跌，而且这两种情况下的结果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哦。你没看错，就是100%。在过去所有比特币8月份收涨的年份里，接下来的9月每一次，真的是每一次哦，都是下跌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统计讯号。但是如果8月是收跌的呢？就像我们今年遇到的状况，你看历史记录就完全不一样了，变成一个很漂亮的50-50，一半一半。所以所谓的9月噩梦，突然之间就变成像丢铜板一样，猜正面反面了。所以你看，光看历史数据，今年9月会怎么样？答案就是不知道，像丢铜板一样。那这样我们该怎么办？这就表示我们得把眼光放远一点，看看那些比历史图表影响力更大的因素，也就是整个大环境、总体经济的状况。那在所有这些大环境因素里面，有一个绝对是影响力最大的，可以说是房间里的大象，那就是美国联准会下一步到底要怎么走。虽然大家还是有点担心通膨啦，可是你看，市场上大部分的钱都已经赌下去了。高达86.4%的几率，大家都在赌，今年第一次降息就是这个月了。那降息我们都知道嘛，对比特币这种风险资产来说，通常都是一个很大的利多消息。当然啦，市场也不是只看联准会的脸色还有其他一些潜在的好消息也可能推一把。比方说地缘政治，如果乌俄那边传出和谈的可能，全球市场气氛都会好转。另外一个就是 ETF 的需求，虽然最近有几天资金是流出的，但你看整体趋势，机构的钱还是一直在买，这个需求还是非常强的。好啦，讲完大的宏观环境，我们现在把镜头拉回来，看看市场本身。这些多空力量打来打去，到底现在的战场在哪里？我们直接来看图表上的关键价位。你看比特币现在就像被夹在三明治中间一样，在一个非常窄的区间里，下面有10.9万美元的支撑，上面有11.2万的压力。多空双方就在这里卡住了。不过很重要的一点是，它已经连续好几天都守住了那条关键的牛市支撑线，这表示买房的力道还是有的。所以接下来很快就会有决定性的方向出来咯。这就有趣了。你去看盘面会发现，最近带头冲的好像不是比特币反而是以太币。它的走势看起来更强、更健康，最近很多钱都流到它那边去了。你看，它甚至都还没有跌下去，测它下面那个4100美元附近的关键支撑，表示它现在真的很强势。那其他的币，我们说的 altcoins 或山寨币，现在怎么样？基本上大家都是在看以太币的脸色。以太币如果继续冲，他们可能就跟着涨。但要真的迎来所谓的山寨币季节，
那可能还是要等我们前面讲的那些大环境的利多，像是联准会真的宣布降息了，才比较有可能。好，讲了这么多，历史数据一下看多，一下看空，大环境又有好有坏。那身为一个投资人，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其实说到底，这是一个心态上的转变。这边就要带出一个很核心的投资观念了。很多人看到市场下跌，看到恐慌，第一个反应是害怕。但高手是怎么看的？市场回调才是买进资产最好的时机。这句话很重要，也就是说，当大家都在恐慌的时候，对于有准备的人来说，那反而是最好的机会。所以这个策略性的思维是什么？好，我们整理一下。第一，你要重新评估现在市场上大家在讲的故事，所谓的9月噩梦，我们用数据一看，嘿，好像没那么可怕嘛。第二，你要盯紧那些真正会影响市场的催化剂，比方说联准会到底降不降息。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永远要做好准备，手上留一点现金，这样市场真的下跌的时候，你才有子弹可以进场捡便宜，而不是跟着大家一起恐慌被套牢。所以你看，绕了一圈回来，这个月的股市其实重点已经不是那些历史图表了，而是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它。同样的数据，有人看到的是恐惧，但有人看到的却是机会。这就留给大家最后一个问题去思考：你现在看到的市场恐惧，对你来说是一个要避开的阻碍，还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呢？